中國很多東西真的在科技上面有很多的黑的科技那電磁彈射好處是說你找不到它源頭。美國現在它在武器上面都希望能夠做源頭打擊，就是我發現你陣地之後，我將你擊毀。像這種卡車走的你就找不到它源頭。它這邊發射完以後，它立刻就變換陣地，到另外一個地方它又發射出去。那最可怕的是這3秒鐘發射一發，如果說是3架一起發射，可以到90幾架。你知道這90幾架不是個別攻擊，它用 AI 系統互相會搭配協調。好，接下来我們要來關心到是未來的戰場，當然無人機非常的重要，而中國現在打造的就是體系化的這種無人機的攻防閉環。等一下我们會來看到特別的幾款武器，當中包括了有這種卡車式的電磁彈射，它可以隨停隨射。另外，等一下也會來看到的是100架的蜂群，可以在3秒鐘就發射1枚再來就是呢，反無人機的黑科技，利箭、雷射可以做到4秒擊殺。今天就這3個武器會一起來做深入的一個解析。好，未來的戰場越來越像科幻影片了。今天特別來看到3個武器，都是中國大陸這邊呢最新的發布。第一個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The War Zone 美國的軍文網站特別發布的，說大陸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卡車式的電磁彈射的系統。接下來呢，這個無人機不像在過去，你是需要這種跑道還有發射架跟這個固定的基地的，這樣子做，其實你很容易被發現到，就被擊毀。他現在說呢，它可以放在卡車上面，快速的做拼接、機動的部署，而且呢，隨時停下來之後，你就可以做發射。無人機變成這種發射點，成為了移動式的一個蜂巢，可以大規模的進行一個攻擊。第2款的系統，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是無人機的第1款，第2個是阿特拉斯的蜂群作戰系統。好，它主要是呢蜂群2號的陸戰車、指控車跟這個保障車，可以讓近100架的無人機形成一個密集的編隊之後，進行這種自主識別、協同圖防做精準打擊。好，重點來了，這個100架的蜂群可以3秒一發，並且呢，它還可以先干擾再圖防，最後做精準的獵殺。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可以做這種高密度的無人機的飽和攻擊。這是第2款大陸的無人機系統的一個攻擊體系。第3個，今天要來看到就是這個航母9天了，可以攜帶的是這種重型的飛彈，而且它在空中呢，因為這邊它可以在這邊釋放出大量的小型無人機或者是制空的彈藥，被視為是威脅力非常的大。好，3種武器，這種鋪天蓋地的無人機攻勢，美軍有辦法守得住嗎？再來就是說，這個卡車式的無人機攻擊到底威脅又有多大？李將軍怎麼看？首先我覺得中國很多東西真的在科技上面有很多的黑的科技像這個電磁彈射系統，還有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的利箭單兵雷射的反無人機，這2種系統都是需要大量的電力。那需要大量電力來講的話，以前你必須要用船隻這種大的載體才能夠發出這麼大的電量。比如說是我們講電磁彈射，現在這個要在福建號的航母上面才有這個能力，才將飛機彈射出去嘛。那我們現在很訝異的，為什麼可以在這種卡車上面就可以彈射飛機出去？它力量，它有那麼大的電力嗎？那確實是在這方面，中國確實有它黑科技。那這種電磁彈射無人機，我相信這個就不是跟伊朗的那種這個卡車所攜帶的無人機，這個劍聖者136，那差別就很大了，那是不同等級的。為什麼劍聖者136它也是無人機，可是它一個發射架上面有好幾架，一架一架發射出去？那我相信它既然用電磁彈射，代表這架無人機的載重是比較大的，體積也比較大，所以它可以用電磁彈射。那電磁彈射好處是說你找不到它源頭。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它在武器上面要發展很多的所謂的導彈，包括到戰斧行星巡弋導彈暗鷹無人導彈甚至於 AGM-158空射型的導彈，都希望能夠做源頭打擊。就是我發現你陣地之後，我將你擊毀。可是像這種卡車走的你就找不到它源頭。它這邊發射完以後，它立刻就變換陣地，到另外一個地方它又發射出去。那最可怕的是這3秒鐘發射一架，它可以同時發射。它有三架的這種陸戰車就是3架車子，然後有一架是指揮車，有一輛保障車，保障車就是後勤維修整備的這車輛，整個為一個 team 一個工作。那一次出去，如果說是3架一起發射，可以到90幾架。你知道這90幾架不是個別攻擊，它是互相會
它用 AI 系統互相會搭配協調。前面第一波的是負責偵查，第二波的負責指揮，第三波的做自殺攻擊。那你防不勝防。那如果像9天這種的話，一次它可以攜帶100架的所謂我們講制空炸彈，也就是游蕩彈藥了。它飛行在空中，它無人機飛行在空中，它發現到目標以後，一個指令下去後，它全部都下去。我們看到，我們不要講說是這種打仗用的無人機，它的 AI 控制系統有多強。我們光看我們平常的時候，過年過節的時候，那無人機表演變換隊形，所有的這種在空中，不管是所有花案、所有顏色、所有燈光都可以變換。那你想想看，如果像這種武器用在戰時的時候，它有多可怕？它第一波就把你的所有防空導彈消耗掉了，第二波再對你攻擊哈。那以後的戰場確實是無人機改變整個戰爭的規則。以前來講的話，可能這個美軍可能它技術上面會有領先，譬如它愛國者非常的精準，可以擊中遠端的這種導彈。可是現在來講的話，從伊朗這次的戰爭，我們看到這個有時候這技術高端不是戰爭決勝的關鍵，而是量反而是一個很大一個關鍵。那這是伊朗，它不就是它普通的建設者136可以把美國打得一塌糊塗的，包括美國在波安的所有基地都遭受到攻擊。那現在如果說中國有這種電池式的無人機，有這種9天無人機，我想這個它的技術一定更領先伊朗。那對美國來講的話，如果中美發生軍事衝突，那美國有的苦頭吃了。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又怎麼看？另外是說，這個要打美國的航母，如果說再加上中國大陸的這些無人機技術，再加上長鷹8，對於美國航母的威脅又會有多大？那賴老師怎麼看？基本上美國已經承認中國大陸已經完全有能力建立起区域拒止的能力啊。那也就是說，所有的航母進入2500公里左右。他們基本上沒有幸存的可能性，這是赫格塞斯在公開演講裡面他直接講出來的。也就是說，美國把所有的航母戰鬥群都壓進來，那麼只要靠近中國的海岸線2500公里，它基本上都會被中國大陸整個摧毀。這個摧毀的方式裡面，除了用各類型的這種地對艦、空對艦、海對艦的這個導彈以外，它本身也包括了各類型的無人機的一個攻擊。中國大陸的無人機的發展本來在全世界它就是領先了，而且是獨步的。你看看現在全世界哪一個國家不用大疆？所以大陸的民用的無人機跟軍用無人機，它軍民兩用是相互支援、相互融合的。現在很多人又忽略了一個問題，就在於說大陸的低空經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發展中。很多的省份都已經在發展它的低空經濟。這個低空經濟，也就是說，它是屬於這種垂直升降的的這種多旋翼的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在1公里左右的高空，在1公里的低空，在這個地方來進行，而且它本身的載彈量、吸重物資的能量是很巨大的，速度又非常的快。他們打算把它用在改善解決人的生活的問題，也就是交通的問題，甚至包括物流的問題，包括我們已經看到，我親眼看到過，我也到過他們的這種低空經濟的公司、企業、科學園區去參觀，不得了的，他們的載彈量很大，他們的載重量很大。那他們已經用在山頂上的這些建築物的材料的運送，所以農村裡面有太多人都用無人機，甚至用這種低空的，它可以有人機跟無人機都可以搭配的這樣的一種運行。那各位想想，以中國大陸發展這麼成熟，民間的企業這麼成熟，那軍方的企業是又領先一大截的，所以美國的航母跟美國在中國大陸周邊的任何軍事基地，怎麼有存活的可能性？不管是航母移動的，甚至在於日本、朝鮮、韓國或者是在菲律賓所有的島嶼的美國的軍事基地，其實都是在中國大陸無人機各類型無人機的有效的攻擊跟打擊範圍內，你根本無法攔截嘛。你航母的導彈，你說100-200枚防空導彈，但是我給你1000架的無人機，你攔截得下去嗎？根本攔截不到嘛，因為你的防空導彈都打完了，你用機槍掃射也沒有用，你還是要挨到攻擊。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爭，其實我覺得烏克蘭的
的專家看得很明白了，沒有勝算了。好，我們看剛剛介紹的都是在中國大陸這種攻擊型無人機哦，我們看到了3款的黑科技。那我們也來看到說，不只是這種攻擊型的無人機，還有呢要會打下無人機的系統，中國大陸這邊也有哦。所以我們今天來看到的這款是叫做利劍的單兵雷射反無人機的武器。大家會覺得說，是不是在科幻電影裡面才會出現？但事實上是現實也有啊。這套系統我們帶觀眾朋友也稍微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因為呢它非常的輕，只有25公斤，代表說這個單兵它是可以帶着它、扛着它走的。那有效的射程達到了500公尺，重點是鎖定目標之後4秒內它就可以摧毀，直接燒掉無人機。而且呢，它燒掉這個無人機之後，冷卻時間只要再花5秒就可以繼續的作戰。所以過去的雷射武器放在這種重型的軍艦啊、裝甲車固定基地上面，現在不一樣了，它是可以單兵的。放在身上，跟着步兵一起向前走。聶老師怎麼看這個威脅性？有矛就有盾，能夠攻就要能夠守哈。那之前不久就想到無人機的發展之後，中國就做出了非常多的雷射反制，整片啪反無人機、末端反导等等。當然，它有蜂群進攻，甚至有龐大無人機的進攻的產能。但重點是防真的非常重要。現在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又是一種算黑科技吧。哈爾濱的星光光電科技公司呢，創造出一個可攜式portable， 可以帶着走啊，背包型的這個叫做雷射反無人機的系統啊，不得了，25公斤而已啊！你不要25公斤，對我們來講沒什麼啦，背個背包我也可以。我們在當兵的時候不是單兵作戰嗎？以前拿了迫擊炮，現在你背個反無人機的炮筒就夠了。我覺得它很重要，它裡面讓你能夠單兵作戰，裡面有最少3大特色。第一個，它非常輕，也就是所謂的輕量可攜啊。我剛剛講的嘛，可攜背包型，只有25公斤，那你可以達到單兵作戰的效果。而且最重要，這個單兵效果就可以隨時機動，機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二個呢，就打擊的效能非常強，達到500公尺。請問500公尺，你現在站在這邊看500公尺，你看得到嗎？你跑100公尺都要跑10幾秒唄，快的話，我跟你講500公尺不短的。我跟你講，一個這樣子25公尺達到500公尺。最重要的是它的打擊效能，是它可以精準射擊，鎖定目標，這才重要。它4秒鐘就把你燒掉，而且5秒鐘繼續打。我跟你講，這個厲害了哈。最後一個，它實戰部署。你說它貴嗎？也不貴。當然，這樣的一個黑科技，當然要有點價格。它200萬人民幣，當然台灣也要這個台幣大概900多萬了哈。不管怎麼說，你買一個法拉利還便宜。反正這個東西因為在戰爭裡面非常的需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出現不得了。當然你反觀美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今天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美軍的前高層在這個時候開始示警了，說，我們在中東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現在原來的基地來做設置了。必須要做一個很大的重整，因為呢，現在美軍基地等於是淪為伊朗的一個打擊的靶場了，代表美軍在區域的優勢已經受到動搖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美軍之所以說這個基地可能要被迫後撤或者是西遷的原因，就是因為伊朗的飛彈射程現在是已經可以超過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現在在新關注說，很多款的中國武器的供應鏈可能在介入伊朗來使用。所以美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嗎？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就外交面來看，伊朗拒絕跟美方的高層談判，而且在荷姆茲海峽這邊掌握了許多的優勢，包括了這個分段的航線，跟他開始要收取服務費，全球航運能源秩序會被重新定價改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首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嗎？這一次呢，其實我們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說的陰謀論，因為是連美軍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揮官小麥肯齊他自己親自的來做示警了。他特別說到是美國在中東的基地部署必須要全方位的調整。他怎麼說的？來看細節。他說，沒有任何腦袋正常的人會把中央司令部前進總部設在離伊朗只有160公里這麼近的地方。美軍應該要大幅的把我們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開去做調整，這樣子呢，伊朗才會更難發現我們的基地，也更難做打擊。原因是因為你離他太近的話，不就變成了伊朗的這個箭靶了嗎？再來，我們來看到華爾街郵報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說近期美軍之所以害怕，就是因為伊朗多次的朝着
透過它的飛彈跟無人機，朝着美軍位在巴林的海軍基地來做攻擊，已經造成了當地不管是在指揮中心、它的通訊設備以及多棟建築都因此受損了。來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統計，伊朗已經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軍基地，從戰爭爆發到現在，228處的建築跟設備都因此遭到損失，所以小麥肯錫才會認為說，這個基地呢，我們趕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個分散性的一個部署。但是問題是，剛剛提到的嘛，伊朗的飛彈射程4000多公里，美軍能撤到哪裡？大家也在質疑，難道撤到歐洲去嗎？還是乾脆整個退出波斯灣呢？今天就這個議題，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其實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這個關鍵問題了。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一切哦。那麼美國距離中東，距離西亞的地區實在距離非常的遠哦。那麼因此，過去長時間美國在介入中東地區的相關事務的時候，大部分都是靠它在中東海灣國家內部所設立的這個各式各樣的軍事基地哦，他用這樣的一個軍事基地來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後來加強他對整個中東地區的這個掌控跟影響力。這是過去美國在中東玩的遊戲哦，就是說美國不可能每一場戰爭都從本土拉個部隊到中東來，這個光花時間就要花這個數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了。那麼因此，過去美國是高度的依賴哦，它在波斯灣的這些海灣國家的所設立的各式各樣的海空軍的基地。但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戰爭的過程當中哦，美國傳統的基地的設計跟這個傳統的這個防禦的這些設備哦，被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的模式給徹底的擊垮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用很廉價的導彈去消耗掉了這個美國在中東地區各個基地或者是前哨的這個雷達站所部署的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通通把這個防空飛彈給耗盡了。他們用廉價的這種飛彈去換了這個美國相對來說價格極為高昂的，不管是愛國者或者是薩德的這個飛彈哦。那麼這對美國來說，這個根本就是一筆不划算的賬哦。那麼同時呢，你會發現說，伊朗還用了大量的自殺式的無人機，然後來攻擊，用飽和式的攻擊來攻擊美軍的基地。所以美軍的基地其實傷亡相當慘重啊，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15座基地，228處的設施都被擊毀。美國國防部並沒有承認哦，這是美國自己的媒體用了這個其他民間的衛星的影像圖片去比對的哦。就美國國防部從頭打到尾哦，他到現在都沒承認說他有被打得這麼慘的，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出來。那你更不要提說美國的媒體最近才公布了另外一個，光是在今年3月1號，一架這個伊朗的自殺無人機去攻擊了美軍在科威特港口的一個工作站，光是那一場攻擊就400人受到輕重傷。可是美國國防部當時怎麼對外說的？90%都是輕傷啊，結果明明都是重傷了，他通通都給你這個粉飾太平，把它變成輕傷了。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因為這也是媒體踢爆的，這是美國 CBS 跟那個 The Intercept 這2個媒體踢爆的。為什麼？因為受傷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屬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傷了，你怎麼可以說我是輕傷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哦，就是美軍在中東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國大兵，其實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這種不對稱的作戰，接下來如果持續再發生下半場，美國依然討不到任何好處。而且就如同我剛才講的，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地緣政治是今天是美國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國哦。坦白講，伊朗反過来去打美國也很難打，因為很遠啊。對。那麼問題是現在是美國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來打伊朗，當他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歐洲國家的軍事基地又不敢借他用，那麼問題就來了。那美國要怎麼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艦嗎？航空母艦躲得比誰都遠，因為他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當靶子了。那你說要用歐洲的這些國家的美軍的軍事基地來做這個長途的奔襲嗎？這個歐洲國家恐怕也沒這個膽，也沒這個意願把軍事基地借給美國。所以你說美國最後就算照他的建議，說我基地再往後撤，那又怎麼樣呢？你再往後撤，那你所有的這個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長途奔襲，你要用加油機，然後你要這個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夠攻擊到伊朗本土了。然後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邊等你，
它的雷達現在看起來，也許這個外面我謠傳說，中國大陸也提供了它一些技術跟設備，所以針對這個匿蹤戰機，它已經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這些相關的武器，這些很廉價的監視飛彈哦。那麼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都極有可能對美軍造成重創哦。所以其實坦白講，美國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特別是我要強調的是，美國如果要做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它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當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其實這一切都好談呢。对，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軍千里迢迢哦來打這個伊朗，到底說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後撤，真的有用嗎？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來請教幹哥哦。那麼也代表說這個伊朗把美軍趕出中東地區了嗎？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後撤基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話，再來就是說美軍他另外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說，伊朗不斷的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我們稍微看一下 CG 來看一下細節，伊朗獲得了哪一些來自於大陸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飛彈面來講，中國製的肩射防空飛彈，外媒推測它可能已經有提供給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擊落 F-15。這個事件，那麼再來就是防空系統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為獲得了來自於大陸的紅鷹6跟它的前衛2。再來，中國可能還提供了伊朗包括的遠程的預警雷達，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於偵測隱形戰機。美國情報單位也說呢，中國大陸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見證者無人機的零件等等。這樣子看起來，這一波。這個美伊停火期間，是不是伊朗或許有向中國來請求幫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現在就以戰爭來說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幹哥又怎麼看？好，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其實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們中方的支援？這個說一句實在話不能講。那衛星影像呢，不會告訴你，但是有沒有？我給你保證，絕對有。而且很多，為什麼呢？因為伊朗在這種高強度的作戰底下，如果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援的話，伊朗多半撐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飛彈、肩射式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等等，一定有某一個國家在支撐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則怎麼會打得那麼準？這5個字，這美國專家講的啊，他說。打的其實很準，為什麼很準？因為從伊朗公布的高解析衛星影像上面來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會發現說有一些是什麼？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蘿蔔的，你知道嗎？就是沒有命中目標。也就是說，有一些飛彈你或者是無人機，你打美國的目標的時候，可能沒有擊中，那但它就會造成彈坑。會造成的一些損害，不是主要的那個目標的損害，你從衛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沒有，我仔細看了，沒有幾個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麼？伊朗打得很準，打得很準代表什麼？代表情報做得好，情報做得好，誰給的情報，誰給的設備跟資訊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國，中國在這邊幫了很大的忙。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我們就再來看。你有多達15處基地被擊中，你有200多個目標，你知道他們後來撤離的那個美軍的人員怎麼講？他說：“你知道嗎？我們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家庭聚會，還在那邊打橄欖球哎。哇，好在我們先撤了。但是這個禮拜打的話，不是就被飛彈打到了嗎？對，很多千鈞一髮的事情，美軍現在都不公布。為什麼？不能講，講了就沒有士氣了，怎麼可以講？”這就有點像我們曾經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裡面，就是那恐怖攻擊。其實美軍在沙烏地阿拉伯不管巴林啊，還有卡達很多基地，他是攜家帶眷去的，你知道嗎？他攜家帶眷的時候，有時候他們到了周末這個都會辦那個什麼露營啊，或者是什麼懇親活動啊，烤肉。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最好的攻擊時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報局》這個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滲透能力是最好的。他們吸取了西方的經驗，所以他密布了什麼？他還有就是說你現在所有的 AI 的進步，伊朗它全套它都有。為什麼？
因為西方的那個情報專家早就跟你講說，在阿拉伯世界裡面，伊朗的情報員是最強的，是最強的。所以說大家就知道說，今天如果說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基地被擊中了那麼多個地方，那現在準備要把它搬走的話，要搬去哪裡？有個人又出了餿主意，說乾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離那個地方多遠嗎？1000公里哎。那有什麼用？以色列有沒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這個港才在荷姆茲海峽周邊有它的戰略意義在，不是說搬就搬。何況巴林的基地，美國已經用了30年了，不是說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無處可搬，美國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還要在這邊繼續下去的話，我可以坦白講，到時候一定又會被再攻擊一次，到時候川普你的臉就很難看了。好，这個是我們看到在這個伊朗的強勢的這個態度攻擊之下，美軍他恐怕會來調整他的美軍基地。再來就外交面，我們也來看到說，是不是美軍現在美國方面也是吃癟呢？因為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川普的女婿庫許納跟這一場戰爭的談判的特使魏科夫，他們終於是抵達卡達了，要來展開說他們白宮稱的高層級的會談。結果呢，沒有想到這才放話說完哦，結果伊朗的高層是強硬的否認說沒有啊，我們沒有要跟美國的任何高層會面啊，連卡達也都出面否認說有這一場美伊的會談。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掌握度了，現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裡？因為現在呢，其實分3個層面來看，海峽分成3條航線。CNN 說的，北部現在幾乎是由這個伊朗來完全掌控，中部是傳統的國際通道，那南部現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國跟國際海事組織來做協調的。但是也看到最近哦，這個荷姆茲海峽很不平靜，包括了說長龍的貨運它遇襲，還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乾脆未來就來徵收這個服務費吧。所以是不是未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這邊的通行狀況都得要經過向伊朗來做申請呢？再來我們講到了庫許納跟這個魏科夫，說要跟伊朗談判遭拒絕，老師又怎麼看？袁老師，這個我們通常有一句話，談判最忌諱心急啊。我們中國人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啊，意思的話呢，美國現在談判剛好是派出了這個庫斯塔爾跟魏科夫啊，以為的話呢，這個成績很高，一個是他女婿，另外一個是他原來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為什麼看得明白呢？因為呢，為什麼這個川普會很心急呢？因為他國內有3重壓力。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是他們在參議院投票。他已經輸了，這個戰爭要趕快結束。第二，這個民意調查一直下跌。第3個的話呢，就原來的這個MAGA的支持者，就會發覺說，MAGA他以前罵拜登啊，罵奧巴馬，都罵別人那個輕啟戰端，而他現在搞了一個這個尾大不掉的一個戰爭。所以說這件事情的話呢，對伊朗來講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幹，就是你要談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談，這伊朗倒過來了。現在美國顯得很被動。你要了解，美國很被動，主要原因就是說，你不能夠一方面要派了這個庫斯塔爾跟魏科夫去談，那同時的話這邊又講說要把你炸回17時代，那美國人就覺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國內的支持。而且剛剛的話呢，我們委員講的這個東西隔得非常遠啊。因為美國的話呢，舟車勞頓，你不要講別的了，光是航空母艦停在旁邊，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費很大啊。那麼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呢，最具有這一次這個戰爭沒結束的形勢，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沒有完全開放。為什麼？因為2月28號以前，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而且整個東北亞的地區的國家，像這個韓國啊、日本啊什麼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計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認為荷姆茲海峽是安全的。好了，那這樣子的話呢，伊朗就要展現出來啊。我這邊強調哈，長榮的長利號被炸的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徵意義。我剛剛聽到幹哥講哈，我覺得大概中共有做一點暗示啊。那長榮過去的話呢，你就不要客氣了啊，要不然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消息就是長利號被炸啊，你就沒聽過第20號船被炸啊？那你說這個不是巧合了嗎？啊，這不是巧了嗎？是不是？好，謝謝袁老師。第一個，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川普呢想要用黃豆
跟對於伊朗的解凍資金來收割這個戰後的紅利，沒有想到直接被伊朗打臉。他直接說了，他沒有要買美國的黃豆，沒有要買美國的大豆。到底現在主導權是在誰的手中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很得意啊，因為呢，他覺得在這場和談當中結束之後呢，他這邊說了。伊朗已經答應了，是說接下來 IAEA 是可以重新進入伊朗的核設施檢查的，被視為是美方的重大突破。但是現在卻被笑說，這不是戰前就已經講好可以這樣子做的一個機制了嗎？那再加上現在美國的民意還有原油的壓力，這一場百日的美伊戰爭，美國是被打回了原點了嗎？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美國現在忙着要穩住它的波斯灣的盟友，中國另一方面則是強化它跟伊朗的互動。中東權力是在重組還是已經換軸？也就是說，中美之間誰更有能力去掌握中東的話語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们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川普直接被伊朗打臉嗎？原本以為呢，美伊的這一場戰爭打完之後，美國他說他可以名利雙收的。他甚至公開表示，這是來自於川普的說法，希望呢伊朗的資金在被解凍之後，可以呢拿這些錢全部買美國的黃豆，甚至是玉米等等的農產品。話一說完，央行總裁來自伊朗方面直接就否認打臉，說我們簽署的 MOU 當中根本沒有任何一條的條文有明文規定說伊朗必須要向美國來購買農產品，而我們會向美國買或者是購買的其他東西，除了民生物資之外，就是一些沒有經過制裁的商品，完全沒有包括黃豆啊，也代表這個川普說要救農民的這個夢看起來是完全的被打碎了。好，更糗的事情我們來看到了，副總統范斯他原本試圖說，我到了這個談判的現場，我要來主導整個談判的主導權，但是呢，看到這有發生非常多的糗事。第一件事情，范斯一開場說呢，我希望跟這個伊朗翻開新的一頁，甚至期待兩國關係能夠永久的被改變。但是呢，伊朗呢就直接給他一個黑臉，他說呢，我們伊朗今天來這裡做和談的目的，不是來跟你美國交朋友的，更不是來接受你美國的安排的。談判是基於我們之間有利益的交換，是對伊朗有利的，而我們始終首選仍然是以聖戰為主，給他了一個下馬威哦。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動作上有許多的分析師現在就在笑說，范斯在這場的談判當中根本就是對於中東地區的這些官員是熱臉貼冷屁股啊，甚至呢，這個分析師乾脆用這個范斯飽受屈辱來形容整場會談，什麼意思呢？會場上我們等一下來看一段影片，是這個卡達總理忽略了范斯，他直接走向了這一位是巴基斯坦的總理，兩個人就在范斯的面前握手擁抱，把范斯晾在一邊。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你現在看到的是卡達的總理跟巴基斯坦總理他們互相握手擁抱，范斯在後面非常的糗，就看着他們兩個做非常多的互動，然後范斯就從頭到尾靜默，然後看向熒幕啊等等的，完全被忽視在一旁了。這是我們給你看到在會場上面的最新畫面。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教大使怎麼看了。從川普的大豆說到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這個范斯被晾在一旁，整個被冷落了。伊朗現在不僅是跟美國平起平坐，而且還掌握整個主導權嗎？美國等於是史上第一次遭到如此大的羞辱嗎？那謝大使怎麼看？對，美國這個尤其2次大戰以後沒有受到過這種羞辱，最主要是打敗仗了。對。這個戰場決定一切，這個美國就是有一句話說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說勝利的人他是所有都勝利，他把所有的桌上的所有的籌碼通通是拿走的，不會留一分給你的。這也是美國的這種風格啊。那國際政治更是這種風格。我剛剛看到這個范斯，我就覺得人家是真心瞧不起他，不是說不懂禮儀。為什麼？第一個，你不就是副手？在美國的政治地位裡面，副總統就是一個陪襯的，就是一個備位的。尤其在川普這個總統之下，范斯
跟這個白宮裡面任何一個聽川普使喚的人都是一樣的。在一個機構裡面，說實話，副手也是這樣，副手就是不受重視的，那除非有一天，老大突然出事了，他接了班，那他就不一樣。另外一個范斯，以這個美國的總統來講的話，他沒有什麼讓人家值得尊敬的地方，他也不過就是一個怎麼樣？他是家裡面比較貧困，當兵打過仗啊，拿着這個軍人的這個補助，上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念了法學博士，念法學博士出來當律師，碰到有人賞識他，叫他做一個基金管理人，也不1000多萬美金，然後就出來，有人投資他，叫他出联邦參議員，就這樣，這是什麼資歷啊？什麼資歷都不夠。那而且在這種國際場合裡面，事實上的話，你要有一點很現實的，有鏡頭在的時候，大家都要表演給誰看？都要表演給自己家裡面的老板看，而且他國內的群众看。对，你要知道这個談判者絕對不是用來討好你的談判對手的，談判者是要對你的談判對手把他視為什麼視為要把它壓榨到絕對它就是你的寇仇，要把你壓榨到最後一滴油都把它壓榨出來。那為什麼呢？你的談判者不會把你幹掉，談判者通常被後面的箭射死。後面的箭什麼？老闆不滿意啦，群眾不滿意啦。你這是什麼態度啊？去了還這種卑躬屈膝，還跟人家下跪。這是什麼外交啊？對，跑去跟人家下跪。那回過頭來不是你這個國家自己人就是說，你這是怎麼談判？你去投降嘛？所以他一定要強硬，所以人家過到那個場合裡面都是針對美國的，所以再加上我覺得范斯本來就不受待見，人家就覺得這家伙根本沒有經驗，搞不清楚狀況，對，講的話人家就說誰跟你顧全大計，誰跟你搞新意啊？我們現在這個事情先解決就好，然後伊朗來講的話，我今天才知道為什麼一個民族可以生存這個5000年。還能夠屹立不搖，就是強悍，就是強悍。你再大的壓力之下，他也沒有下跪啊。伊朗在口頭上從來沒有對美國軟過。你跟你講好的那個黎巴嫩停火，對，你要去跟內塔尼亞胡講，你管不住，管不住的話，那你就不要答應我。那現在管不住，那很簡單，我就霍姆茲海峽繼續封鎖嘛，有怕你嗎？你有核子彈，我也是這樣；你沒有核子彈，我也是這樣。所以人家展現什麼，就是強大的心理素質。那這個現在美國最缺的，美國是手上什麼武器都沒有就是缺一個膽，沒有膽你就沒有任何的，人家不會尊敬你。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的這個和平談判當中，范斯就很尷尬在現場就直接被視為是一個很尷尬的人物啊。那其實呢，所以他現在也要展現說，確實在這場談判當中，他有獲得一些什麼，但是真的有獲得一些什麼嗎？我們來看到因為美方一直在強調，尤其范斯他強調說，這一次對於美國來說具有一個重大的意義，就是伊朗已經同意一件事情了，要讓這個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重新進入檢查他們的核設施，但是觀眾朋友，我們看我們節目非常久，其實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檢查的動作，其實早在戰前，這個伊朗就已經同意了。所以呢，被大家笑說，你美國打了100多天，怎麼看起來回到了戰爭前當時的原點呢？再來看一下美國目前呢內部民調到底支不支持自己這個川普總統的做法？現在呢，來自於 CBS 最新的民調，78%的民眾希望戰爭快點結束吧，而且呢，2成是認為說，這份臨時協議是美國佔上風，但是37%的民眾是認為伊朗才是真正得利的人。好，現在讓美國另外還有擔心的事情，就是有關於石油的問題了。現在他們的石油儲備呢降到了這個最新低點的一個水庫，來到了1983年以來最低。尤其是庫欣原油交割中心庫存已經來到了警戒線，現在呢是從4000萬桶直接腰斬，剩下2003萬桶。好，第一個是 IAEA 的問題，到底這個美國有沒有得到些什麼好處啊？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有關於美國的石油儲備問題了，會不會出事啊？尚志哥怎麼看？好，首先 IAEA 這件事情，我想其實与其說真的是白打了，回到原點，
倒不如說當時在美伊的這個談判，在去年的時候，本來就是以這個來做基礎，不是嗎？所以它差別在哪裡？差別就是美國被以色列騙了。因為當時其實要 IAEA， 這是公認的一個对於處理伊朗這個濃縮鈾的部分最好、最客觀，沒有任何爭議。但是為什麼後來美國態度變了，而且就打了？就是因為以色列告訴美國 ，IAEA 查不出什麼，我們這邊掌握的薩德組織掌握的情報裡頭是怎樣，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改變了川普的想法。所以這個是真正的最大的關鍵。但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願意接受這樣子的狀況，並不是說美國退讓，或者說回到原點，這只是美國現在面對現實。因為現在事實上到底伊朗的部分實質的濃縮鈾到底如何，還是需要被具體掌握現況。其實到現在為止，伊朗沒有講，外界都不知道。中國、俄羅斯甚至也都不知道，所以這裡頭真正要掌握，還是得要有一個人，伊朗能夠接受或一個機構進去好好仔細看。所以特別到我們現在知道，他現在在這個納坦茲、福爾道跟伊斯法罕這裡頭有好幾個地方，它可不是只有一處，所以這裡是必須要一個結構或一個隊伍的人手，才能夠系統性的先掌握下來。那麼掌握下來之後，再來看是怎麼樣呢？究竟是要就地稀釋，或者是要運出海外？現在看起來，美国的態度很可能不會像先前在早先一開始認為要全部要運出去，全部要拿出去，有可能会就地稀釋。因此，如果要就地稀釋，真正的根本性的處理這個問題的話，那更需要原子能總署了 IAEA 來介入跟整個監督全部的過程。所以，像 IAEA 這件事情，我們不說風涼話，它變得很重要。也就是說，伊朗的濃縮鈾現在要調查現況，未來要怎麼處理，它變成非常非常關鍵了哈，來去談判能夠繼續往下走。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部分是現在美國的部分狀況，因為無論如何，在以色列先前說三道四講一堆謊話，但是呢，對以色列內部的強硬派以及對伊朗最在意的，終究還是濃縮鈾的問題。也就是說，濃縮鈾如果終究還是可以解決的話，現在以色列覺得吃癟跟美國關係不好，還是可能可以安撫以色列內部的這個強硬派。所以這個過程我們現在開始看到了，伊朗要展現他的談判力。我們現在看到伊朗是很會打仗，現在我們要看伊朗是不是很會談判，而且這樣子就談下去，美國方面如果濃縮鈾處理好的話，我們現在知道有些爭議，比如說包括要解凍它的這些錢，包括還有3000億的涉及到要給伊朗錢，現在全世界也覺得這莫名其妙。如果伊朗解決濃縮鈾順利的話，美國交換給一些具體的金錢資源的這個合理性，我認為才會層次更清楚。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核濃縮鈾現在是眼前最重要的一步。好，就在美伊和談的當下，我們也看到了，在這一次和談，可以很明顯看到伊朗出乎意料是非常非常的強悍的哦。那這一些在中東地區的這些波灣國家的這些盟友們也都看到了，現在也對於美國的信任度其實是大幅下滑的。尤其大家也在看說，是不是中國大陸在這邊的勢力正在悄悄的崛起當中。尤其我們要來看到，現在中方派出的是在22日呢，王毅去會見了伊朗的高層。那伊朗同一時間主動向中方通報了他們談判的一個最新進度。那中方也表示願意繼續恢復中東和平，來發揮一些作用。美國方面現在呢，則是急着和這個波灣的盟友們，希望能夠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但是問題是有沒有效，這個持續要做觀察了。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波灣的盟友們在這一次美伊的戰爭當中承受了非常多來自於伊朗的飛彈哦，那所以呢，現在也要看波灣盟友們的態度。美國這一次是派的是這個盧比歐前往阿聯跟科威特跟巴林，試圖穩住波灣的盟友，真的有用嗎？幹哥怎麼看？好，你知道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畫面啊，那短短10幾秒畫面，那是誰？那個是那個穆罕默德，對不對？對，是卡達的總理，然後就沒看到范斯就走過去，跟誰？跟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利夫握手，對不對？然後那個范斯就在那邊乾笑，這個是一個畫面。可是大家知道還有另外一個畫面是什麼？是這個是四方會談，美國、伊朗、卡達、巴基斯坦四方會談。卡達跟巴基斯坦的作用是斡旋者，那是調解你們兩邊不要再吵了，對不對？可是你知道嗎？照理講，你手上有籌碼的話，你一定是最後一個來的。你知道最後一個來是誰？是阿拉奇。
是伊朗的外長。這四方會談3個國家都來了，包括范斯站在最前面，就最後面进來叫做阿拉奇，就說怎樣，我現在手上有筹碼，我就最晚進來怎麼樣？然後還有一個人講的更凶的話，叫做穆吉塔巴，就是現在伊朗實際掌權者，他的代表說，他叫萨吉德嘛，薩德吉，他說，我們不是害怕，因為是我們對我們現在是首選，依然還是聖戰，意思就是說，我們那個精神是不會變，也就是說，如果說談判破裂的話，我們也不怕，那最後還是回到聖戰的本質上面，所以你就覺得說，阿拉奇這次進來，然後是最後一個進來，然後阿拉奇進來也一樣沒有跟范斯握手，也一樣跑去找夏利夫，又跟夏利夫握手。所以大家要看這個外交的场合裡面這有很多畫面都透露一些因素，就是說你會發現說，那你范斯變成一個路人甲被晾在那邊，真的是那個樣子。其實我們也很驚訝，就像剛大使講，很驚訝啊。不過怎麼會這樣子？美國從來是不能，就是他是被人家等的，不能他等人家，對不对？如果今天是川普在场，川普一定拂袖而去，但今天是范斯來，他就變一個花瓶在那邊。所以你就看到，結果你知道，最近這幾天，也就是昨天王毅在哪裡？在新德里會見了誰？他會見了伊朗最高國安會的副秘書，叫做內扎米普爾。內扎米普爾把所有14點的過程，通通報告給王毅。為什麼？奇怪了，這不是有4方會談的嗎？怎麼又多一個角色出來，叫做中國？內扎米普爾為什麼把所有事情都跟王毅報告清楚，大家就曉得說，中國在未來伊朗的重建之路上面會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這才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